山海经》中记载，天地之间有一棵神树，连着人间和天界。凡人能顺着这棵树到达天宫，仙人也能顺着这棵树到达人间。这棵树就是建木神树。传说伏羲、黄帝等众神就是通过建木来到人间。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中记载，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，怒而触不周之山，天助者，地为绝。除了这个著名的共工怒触不周山神话故事外，颛顼帝还有一个更加令人称奇的神话传说。在他成为新一代的中原之主后，他发现有些心怀不轨的神偷偷跑到人间来干坏事，而地上有些不安分的人也上到天庭捣乱，致使天地间的秩序逐渐混乱。于是颛顼帝便命令天神断绝了天地之间的通道，使人与神间不能再随意往来。自此后，神人同在的时代结束。这个就是神话绝地天通的故事。到此不禁让人想问，这个连接天地的建木究竟在哪里？美国怀俄明州东部平坦的大地之上，有着一个超级巨大的树桩屹立在此。在晴朗天气，人们可以从100公里开外看到它，这就是美国首座国家纪念碑——魔鬼塔。一座巨型的玄武岩，看上去像是一棵远古巨树的树桩。魔鬼塔的高度有264米，塔基直径305米，自下而上逐渐收缩，顶端直径84米。魔鬼塔与周围平坦的地质环境格格不入。当地相传它是远古时期的通天大树，当时这里是巨人的故乡，巨人们会攀爬这棵巨树走向天堂。后来巨人与神作战，巨树被神砍断，只留下了这棵树桩。若干年后，树桩慢慢变成了一座石山。如果魔鬼塔真的是一棵树桩的话，按照它的横截面积计算，它的高度大概有8000至12000米高。美国第26任总统老罗斯福曾经签署了一份总统令，这份总统令让这块巨石成为了美国历史上首个国家纪念碑。他在签署总统令的最后时刻，特意修改了一个微小的细节，去掉了一个标点符号，让这座国家纪念碑的名字从魔鬼的塔变成魔鬼塔。而我们都知道，老罗斯福是共济会的核心成员，共济会掌握了寻常人不知道的很多秘密。似乎老罗斯福总统这一系列的操作，都在暗示着这座国家纪念碑背后有着重要的信息。这些信息究竟是什么呢？世界其他国家的纪念碑大多是纪念英雄、纪念人民、纪念先哲，而美国的首座国家纪念碑为什么会是一块货真价实的大石头？这里面一定有美国说不出的猫腻。当地印第安人一直信奉这里为圣地，每年6月都会进行祭拜活动。而印第安人和我们中国人拥有一样的黄皮肤、黑头发和黑眼睛，难道美洲的印第安人和我们中国人拥有共同的祖先，所以他们的意识中才会将这棵树桩看得如此重要？或许《山海经》中的通天神树就是魔鬼塔，或许在远古时代，通天神树高耸入云，通往九霄，以至于地球人每个地方都能看到它的身影，于是有了同一个通天神树的传说。